为什么是我啊？因为你从一开始就不支持告王慧珠，而且当时你已经说服我了。我说服你了？我怎么觉得当时你是想把我吃了呢？我不吃人。我跟肖凯丽关系不好，她不会听我的。其实有时候，人们之所以会选择打官司，是因为愤怒的火焰使他们失去了理智。那么我们作为律师，到底是要把这团愤怒的火焰烧得越来越旺呢，还是应该告诉他们，也许若干年以后他们会后悔，会说如果当时有人阻拦我一下，事情也就不会搞得这么糟糕。你告诉肖凯丽，我可以返还我的律师费，我只是希望他尊重我的律师意见，让他只告网络平台和转发的网络大 V， 不追究王慧珠。那如果他不同意呢？你会让他同意。鉴于王慧珠女士已经履行了删除的相关义务，我的当事人撤回了要求王慧珠女士赔礼道歉和赔偿的诉讼请求。现起诉要求，网 YY 公司及刘颖君分别赔礼道歉，并连带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精神损失抚慰金50万元，以及维权合理开支4.5万元。审判长，鉴于原告对我的当事人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诉讼请求，我方不发表其他的答辩意见。涉案微博中对 X 姓女士的描述宏观而概括，主观上不指向任何特定对象，客观上也不足以使公众推断文字所指即为肖凯丽女士。本案中，在可以同时满足7项个人特征要素总和的人里，足以让一般合理之人将肖凯丽女士与文中的绿茶 X 直接或高度对应，从而理解为该指向性传播被特意用来指称原告肖凯丽女士。从实际情况看，刻意解读者比例极少，且猜测是五花八门，并未造成公众对肖女士的社会评价度降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构成。鉴于发生不正当性关系是可受社会人伦道德及主流价值观非难的情事，足以损坏他人的名誉，从而降低社会评价。我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侵权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按照民法通则诉讼时效规定，沈格格所持有对账单诉讼的有效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但是如果按照今年年初吕老板给沈格格确认存在质量问题，同意扣款的便条，沈格格的应收款诉讼时效应该从双方最后一次对账算起，那就正好在诉讼时效范围内了。太好了，确实是太好了，哈哈。你认为我没有发现对账单超过了诉讼时效吗？没有。没有什么意思？你认为我是个白痴？我没有发现诉讼时效问题？不，这个我说的没有是，我没有这样认为，因为大家都认为您是一个严肃、严谨、不苟言笑的律师，这是一个好律师应该具备的条件，严肃、严谨。那他们是怎么评价罗宾的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您的助理，所以他们不可能在我面前去评价罗宾的。为什么他们知道你是我的助理，就不在你的面前评价罗宾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您和罗宾是明争暗斗。我和罗宾之间不存在什么明争暗斗啊，我们只是在做人和做事上存在着分歧。但是我们开诚布公，从来没有虚伪的面对自己，也没有虚伪的面对对方，我们不是虚情假意的人，罗律，这个案子谢谢您，去谢黛西吧。
来，回去走吗？可以打我的车。不，我还有事儿，你走吧。不爱顾虑。谢谢。哎，哇，谢谢。哎，你这开庭的时间够长的呀，刚更新的关卡都被我打通关了。4个小时我就说了一句话。鉴于原告对我的当事人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诉讼请求，我方决定不发表任何答辩意见。4个小时就这一句，累死我了。对了，罗宾说让我谢谢你。我现在回律所，啊？忽然通知我们要开会，早知道我搭罗宾车一块儿回去了。我先走了啊。哎，我跟你一块儿走吧，你送我。你又不怕被人看见了？谁怕谁小狗啊？走。天哪！喂，您好，我是里程专车司机，我已经到了。哎，好的好的，我们现在正在出来呢，师傅，稍等我们一下啊。这套诉讼文件是已经在香港办理了公证和认证手续的，但是送到法院去立案的时候，被立案庭拒收了。为什么？为什么？每个人都翻着看看，看看啊，分一分。这就是你们干的工作。发现问题了吗？应该是广东省写成了广州省。听见了吗？广东省写成了广州省，多么低级的错误！因为错了这一个字儿，我们就被拒收了。这拒收意味着什么？范小天，你说。这意味着要重新做一套诉讼文件。你说的是句实话啊，但这是句废话。还有呢？可能还要再多花几万块钱。比这严重。高峰，你说。文件被法院退回，需要重新签署。可是这样一来一回，耽误了时间，我们很有可能超过了诉讼时效。由于我们的错误啊，超过了诉讼时效，那么客户就会起诉我们，就会要求我们赔偿。这份诉讼文件是我们的一位资深的律师让他的实习生帮着起草的。我怀疑啊，他自己就没有看，就直接把它发出去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现在弄得我们律所很被动，我们还要专程派人飞到香港去给客户道歉，请求谅解。如果客户不谅解我们怎么办？那么我们的律所的声誉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失，而这位资深的律师呢，恐怕也要被告到倾家荡产。这么低级的错误，居然出现在我管理的实习生的队伍中。所以从今天开始啊，你们每个人要参加律所的职业训练，并且通过考核。具体的说，就是由我来决定你们是否可以继续在全景待下去。